也要好，直播 Go Live。要开场白吗？等等啊，我把 YouTube 那边我有开动了。慢慢来。蛮特别的。开头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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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老实说，稍微要花点时间，等等啊。哦，好，等等进来喽，等等听。查看，就等等，我有把那个名字放上去。是。搞什么鬼？OK，YouTube 在这边。老师也是很年轻诶，就是敢挑战这个新的事物。对啊，这个我心态很重要，心态很重要，真的。对呀，哎，真的。谢谢你的鼓励啊。没有，就是也是感谢老师邀请啊，真的。好，这个嗯，应该来呢。其实很多事情就是要起头啊，但是对那个信念要有，真的不简单。对，我经常跟你讲，就是希望为台湾作为一个外来者，真的希望为台湾做点事情的，是。真的。没问题的，他是老师每天在所作所为就是帮台湾做事啊，很棒。好了，来了 OK。，Website 等等，诶，我到底在哪里？等等，快来了。OK，好。这个是 YouTube 还是哪里呢？我要搞个 Google Meet。OK，现在开始录。OK，我现在是也在 Google Meet 上面录影了。哦，我看到了，他说已经开始录制了，Yep，所以他是一边直播一边录影。对的，就是对。我现在是跟你用 Google Meet 在讨论的。其实，在 Google Meet 里面，这个然后也 YouTube 同时播放，因为 YouTube 跟 Google Meet 是同一家公司嘛，所以现在调到外边去。我看看的确定一下啊，确定一下的，确保是真的，外边有在开的，应该是在开的。我看一下，应该是有开的，速度非常慢，没关系，应该 OK 的。我刚才有看到。好。无论如何就我们开始了。OK，是。大家各位晚安啊！现在是星期六晚上9点。就这个溜溜会客是我们来到第4、第5次了，已经没有想到。那今天晚上呢，我请了一个嘉宾，他叫陈志宏，他呢其实是一个公家单位的 data center 的一个负责人，但是我不要讲他的是。名字。他的工作，这个他的公司或者企业呢，公家单位是非常非常重要，每一个台湾人跟他这个公司都有关。OK，那你什么公司你自己猜吧。OK，总之就是超是。重要。OK，所以不只是公家单位，而是一个全台湾都有关的公家单位，是。应该大家都猜得多多少少了。就那就呢，他有很多的经验。
那我就不浪费大家时间，我让他来自己介绍就好了。好，你可以分享那个用 好，PPT 来。好，那我切换那个有，小物，我切一下画面哦。嗯哼，老师看得到吗？来喽，成功。OK，好，那我们就要开始了哈。开始。那就是很感谢老师邀请啊。那今天是10月10号中秋节，大家中秋节快乐。那我是志宏，那我今天要讲的，很高兴来这里了哈。那我们就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在公部门推动这个机房专案，就是资料中心这个部分的一些经验跟心得，这样子啊。内容会包括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呐，好实际案例，还有一些对未来发展的想法。对，那好，那老师我开始喽哈。来喽，来。喂，好，OK。那首先就是，诶，其实这是我也是从 CDCP 开始，就是嗯哼，认识 Leo 老师的这样子。那这一次的课程，那一次的课程让我对资料中心的整体概念呢，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啊。所以今天才想说，借由老师邀请这个机会，从一个实务工作者的角度去谈公部门在推动机房专案时候所面临的挑战，还有就是我个人在这过程当中一些成长。这样嗯哼，好啊，这是我的个人简介。好，那我是中正大学资工所毕业的啊，目前在业务资讯单目前的单位里面，资讯单位在目前的单位里面，就是资讯部门的部分服务了大概10年，嗯哼，也不用到10，就是对前面7年是在做这个 SAP ERP 的东西，那大概有3年在做这个机房专案，然后后来就是已经转到做品管和软体应用这部分。那我个人期许未来的方向是做资料中心的管理跟 AI 应用，就是对，但是那个反正就看长官安排，但我个人是朝这个方向努力啊。，OK。好，然后再来，对，问一个问题啊。接着讲到 CDCP 的部分，对，就是首先从我跟老师的这个缘分来哈，然后，我真的认为 CDCP 课程就是让我更全面的了解机房设计、建制啊，还有运维这个每个环节啊，包括从电力、空调、消防到网络结构，我觉得 CDCP 都提供了很系统性的学习。好，那嗯，老师对吗？对啊，很棒啊，谢谢你帮我卖广告。啊，等一下哦，哈，好，那，哎，OK。老师，那个最近今年还有开新的 CP 吗？对不对？我现在对啊，现在全在 CDCP 越来越多人来上。我以前是以前我台湾只一两个月开一班，是，我九成时间都是讲其他国家跟亚洲跟欧洲嘛。对，现在基本上我每一个月都有两三班在台湾操作的，人真的很多。哦，真的对，好。这个很棒。我觉得后面我会带到一个点，就是我认为老师在台湾开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啊，好，那我再继续讲哈。嗨，对，那我认为在 CCCP 啊，就是除了前面那种系统性的学习之外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收获，就是可以依据国际标准进行规划，这个概嗯念很重要。因为透过这个国际标准，我们可以学习到怎么样在就是各种限制啊、经费啊什么，可是我们必须要提升我们机房的可用性、安全嗯性跟能源效率，然后我们要降低这个设计缺陷导致的风险啊，因为这个真的是透过国际的标准，可以有一个更具体的一个，就是像 TI94这样有一个更具体可以是，依循的一个方案呐。嗯哼，对，因为公部门往往遇到一个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大家不知道怎么开头，或者哦，说，我今天要做机房，可是我该怎么样依循什么样的法则规则
可以去做一个好的机房。但是这其实，这个非常实务嘛，对不对？所以不管是我们过去拥有的法规还是章则，其实这一块都比较没有琢磨。对，但是如果我真的写一个案子，我写一堆技术规范之后，我又怎么可以肯定他们组合起来会是一个好的机房？是，对，很棒。对，那所以我本人是蛮推荐这个 CDCP 课程。对，如果真的想要就是做一个机房，你不管你是接受命令，还是说自己有那个兴趣，因为毕竟机房现在我觉得算显学了啦。对啊，现在这段时间，毕竟我看不到机房需求还有停止的一个迹象嘛。现在对，不管是 AI 还是什么，这个发展蓬勃的趋势，它配套到现实的实物上的建设的部分就是机房。对，其实我插一句哈，我这里讲到国际标准导入，这个真的很，因为我几年下来也看过很多，讨论很多吧。对，其实真的像我刚才说，你第一张的那个照片，就是有一条线在上面掉下来。对，那真的很多人都跟我讲，就是以往他们做的地方，在过去几十年都是用台湾的方法，或者是就是没有一套标准的，就是主要是看那个厂商他习惯怎么做就怎么做，是，所以每一个机房做出来都不一样。像你讲，现在很多人来参加这种国际课程，因为国际有很多人是研究专家，他就有一套方法，所以慢慢的就有规范起来，大家的真的是能够有一套理论，有一套系统来提升可用性跟安全性。我真的这是每一个公司企业，包括公家政府部门，其实都有电脑房吧，对不对？对，没错。大的小的，其实都可以透过这个来做，比如说学习或者是认证啊，很赞同，谢谢啊，不好意思打扰你。不会不会不会，我觉得就是配合老师的一个经验，我觉得更务实，因为老师毕竟是实际上在教大家学基本知识的人，对，这个真的很感谢。好，然后 OK，那所以我觉得这两点就是大家记得，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系统性的话学习机房，还有就是你了解一下为什么要导入国际标准，其实这个都很切实的去学一个 CDCP 是很重要的。好，那这部分就联络老师啊，那我就继续往下讲这样子。谢谢。好，那其实公部门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先从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公部门要启动一个机房专案，它到底是怎么开始？这样，我认为就是动机嘛，动机很重要。其实，那以公部门来讲，我观察到的结果，其实真的是需要有一个很大的推动力，就是政策的宣示，是或者是上级机关指示，这个真的没有办法，这个真的是一定得要这么做，因为就算是一个公部门的领导者啊，他的上面也有更大的，的确，那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跟企业很不一样，就是就真的是需要一个从上而下的一个指示动机的部分，因为企业它会去盖机房，其实都是为了竞争，或者是说提升品牌形象。但公部门它平常做最多的事情就是法规遵循。OK。他要那个让他的责任是符合法规要求的。所以这也意味着公部门的专案啊，它会很重视所谓的程序正确，而不是速度或创新。OK。好，这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差异。我觉得先了解，就是说公部门要启动一个机房，不是任何一个人想就可以的，因为它涉及到的层面真的太广，我后面会提。后面是 OK。老师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最后再聊。好啊。然后我这边还补充一句，就是 TI94的认证公信力跟法规的比较。其实这边刚刚前面讲了，我们像我举例，当然这个大家不要去引射到什么专案去。假设有个专案，有个机房专案，公部门的，它即便在合约书里面要求要做 TI92，但是如果
他们今天在法规遵循上，或者是政策要求上，还有其他的需要权衡的东西的时候，他们会先考虑其他的东西，而不是公信力，也不是 TIA 942，就是他会去考虑指示啊、法规这东西。好，这个大家先理解，就是说，即便我们的采购案已经下了这个 TIA 942这样的要催犯的时候，长官们心里想的反而是就是其他的东西。对，但是我不太明白，不好意思啊。对，您的意思是说，如果因为你要建机房，像你讲，应该是部门上面大老板一路推下来，对不对？对。那如果推下来，你又确定要做，那就是下面的工程部门的推行了吧？你是跟上面大老板讲。对。但是你说在思考的过程还有考虑其他的东西，这就是说上面推下来有可能是做不成，是这个意思吧？应该这么说，就是如果我们把它东西写到合约去，对，公部门还是要按照合约做的。好，这个就大家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只是说我们在执行专案的过程，承办人会心里面挂念的那个你写在合约里面的东西，而长官们他们看的是法规跟上级指示。OK， 对，就是最终你还是得想办法让它合规才能够报销嘛，你合约才能够执行嘛，对不对？那只是说你要有一个，那你就是要下面对，那我有一个问题，那你下面的工程人员他们要看，就是很复杂的吧？就是我要前面就是看 TIA 的认证，TIA 认证它一定有它一定的需求，对。但是你在专案小组推行的过程，然后有另外一个命令下来是你要考虑其他的东西。对。那好复杂哦。我可以这么说，如果真的不行，他们会去走契约变更。是什么？契约变更。OK。就是如果真的不行的时候，他们会走契约变更。什么叫契约变更？就是合约里面假设原本要求要按照 TIA 做某些事，是，那契约变更就是可能把这一条划掉。但是价金也会调整嘛，懂我意思吗？明白。对，就是我的意思是说，长官他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比较不像企业这样，企业看重的 TIA 942，就是因为 TIA 942它是国际认证，这个是有公信力的东西。是，我们机房专案用有公信力的东西去做的时候，外面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信任感嘛，没错，对不对？这样东西自然就会有市场竞争力。是的，对。但是厂商但是公部门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也喜欢公信力。但是他们更看重的是政策或者是法规的东西。OK， 对，就是先有这个心理准备，才不会说，如果你真的加入到公部门里面去做专案的时候，会觉得很惊讶这样子。但是 anyway 就是不可能违法嘛。明白。对，这是他们要先理解，就是说长官不可能做违法的事。他也不可能要求你做违法的事。但是你必须了解说，在专案的过程当中，他们更重视的是就是政策配合或者是法规遵循。但是对企业来讲，绝对是我做的东西一定要有公信力，而且出去就是要有市场，不然我做这个就没有意义了。我就是如果做这，我中间发现我目前采用这个方案以后没有市场，我一定马上改。没错。对，不好意思，这页觉得很不好讲，这个都有点像是心理层面的东西。我明白，因为你知道我就是主要是你知道背景都是做商业社会，对，企业我是从来没有做过公家部门的，所以我很难理解，也很害怕。没问题，这个事情我等一下下一章讲一个东西，你马上就懂了。明白。来，我们就要看下一章了哈。来。好，来，我们先来看，没关系，老师刚刚讲那个东西在更下一章，但是我就先按照顺序讲，好不好？好，那我们来看公部门假设你有动机了，假设你有长官指示下来，我们要启动这个专案的时候，你会遇到3个挑战。第一个是时间，因为公部门在台湾，你的预算是要2年前编列的。相信老师很清楚，机房不会是一个小钱可以做的东西。是的。那一定是什么采购公开招标以上那个金额绝对超过。所以基本上
要先了解公部门他们最大的困难就是预算2年前就要编了，然后采购流程非常冗长，所以而且你要记得，我这边没有写哦，采购流程冗长跟预算编2年，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我们的钱啊是要送到上级审核，甚至立法院要审查。OK，这个真的是半年或1年以上的事情了。好，所以这了解时间挑战是很大的。但是不好意思啊，但是你预算提前2年可以理解，但是你一路做下去，第一你这个成本会上涨，对吧？第一，第二就是现在技术不断在变，现在变得越来越快。所以你现在，比如说2年前，当你做预算，就是已经是有一个计划怎么去做吧，对不对？你一定是这样才有一个预算。是，但是你一路做的过程，它技术一路在改，所以再过2年，当那个预算批出来的时候，它其实可能是不够用的，因为根本那个技术商业的环境改变，有这个可能性吧？可以理解。但是如果真的我批了1000万，然后过了2年，当你要做的时候，其实我需要2000万的，怎么办呢？所以其实我会回到就是采购的内容啊，往往 OK，不会去选用什么很新的技术，毕竟按照合约执行嘛，对不对？你合约2年前你可能写的要什么东西，那厂但是商也你过了2年之后，他可能对。买不回老的设法，他怎么办呢当然有很多技术上的东西，我们？OK，先不讲那么细啊，但是我先就是讲到挑战，就是说，如果今天长官说，我们要做机房，嗯，可是那你就回头先看2年前你有没有编预算，这样我不知道老师可不可以先简单的我明白，理解这样子，明白，就是说有些挑战就是你主办人员就马上碰到的，其实为什么要讲这个，是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厂商，你要加入到公共工程里面去，是你就是多少了解一下公部门的生态的时候，你比较知道他们在玩什么游戏。明白，对，因为毕竟你知道对方在困扰什么，他的困难是什么，这样沟通起来比较顺畅。明白。OK，但是没问题，老师，你觉得我讲的东西，maybe 可能还在补充，你就随时提，好不好？我先讲下去时间是第一个挑战，第二个环境，公部门其实往往都是用旧的建筑在做机房。那但是载重限制也好，或是这个空间本身里面已经有设备了，甚至是人员在里面做事，这些东西都会导致你的专案变得相对复杂。这个我想蛮直觉的。对，因为外面的机房往往都是，我就找一块新的地，我就盖一个超大，我想盖什么就盖什么，对不对？就老师说的，我可能会想要去引用新的技术嘛，对不对？但是公部门环境的限制非常大，特别是旧的建筑物，它的载重限制是很明显的，比如说大概就只有300到200之间，每平方公尺那个重量。对，而且台湾公共建设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的使用年限啊，台湾的公共建筑的使用年限的法规是60年，就是比一般建筑50年还要多10年。就是大家当做一个背景知识知道就好。明白。对，所以公部门也有新的建筑，但是如果你投入一个专案之前，你可以看一下它用的是旧的建筑还是新建筑，这个蛮关键的。那如果你现在盖一个 AI data center，你用不要说60年了，20年前那个楼宇承载已经不 OK 了吧？对啊，所以但是这就是一个难点。如果一个做机房专案的主办，他没有这些基本知识，他跳下去做这个专案很容易失败。所以我还是再次强调，去上 CDCP，快一点叫他来上课。真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主张你的长官先送你去受训，这个太重要了。对，因为我相信老师我跟你讲，现在的问题就是很多人把员工推来上课，对，就是上面不懂的人，现在前面做的人懂了，但是他没有钱，但是上面对不懂的人有钱，但是他不做。不过，我们还是要相信一件事，就是那个需求书，采购的时候会写需求书嘛。OK，那个需求书还是要由主办去写的。那主办其实
不管长官他怎么认定，你至少第一版自己写出去的那个要包含那些必要的条件嘛，对不对？是，对，你不能够说自己承办人都没有先把这个东西处理好。对，我相信这个蛮基本的。没错。对，而且我相信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一定是很用力的推广这个，一定要先搞清楚环境限制这件事情。对。好，尤其现在 AI 的这样的发展，不搞清楚根本没办法做的了。对呀，明白。然后我要带出的下一点就是说人员的问题。我刚刚讲到时间还有环境嘛，再讲人员。人员什么情况呢？通常公部门啊都是考试进去的，不是看你的专业。所以呢，通常都是资讯人员，会被指派去做机房，通常啊，那资讯人员通常就是不然就是不是 MIS 就是 IT，就是那个资讯工程或者是我们叫做资管、资工或资管这样的人去到资讯部门里面。可是他如果要去做机房，我相信老师应该很了解，这个专业背景其实是离很大的。没错。对，然后但是你去期望长官会指派其他人，也不见得是一件就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长官还是会依靠资讯部门嘛。是。对，因为你也是以后管理的那个部门，往往都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要注意说，如果你今天是外面的厂商，你要小心，你沟通的那个对象，他可能只是一个资讯部门的人。电机、土木、工业配线、空调，你不要真的期望他有背景知识。你跟他沟通的时候，你要想办法找到一些共同语言，这个很重要。然后，如果你是公家单位的承办人，那你就要细想，你要不要补充这些东西？对，因为我认为没有补充这些东西，你在办案子的时候就会，真的很容易搞不清楚重点是什么。对，对，而且就算我认为去上老师的课，自己也是要多吸收一下上面的知识啊。但是上老师的课是最基本的，就是我觉得老师的那个 CDCP 是系统性学习，那个是最重要的。是的，对，大家有共同语言这个想法很重要。你看时间上、环境上还有人员挑战都很大。这个我强烈建议要上 CDCP。谢谢，感谢。好，然后我就再讲到，前面老师有提到，就是说，就是为什么心态上要注意这种东西。我先讲几件事情。就是来等我一下哦。因为啊，我先讲一个最基本的，就是公部门他们在看选择厂商的时候啊，当然有一套规则啦，不是你想怎么样怎么样，一定按照规则走。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说，每个厂商都会提报他的一个经历嘛，过去的经验的时候，其实公部门往往他们会主要去看的是你有没有在其他公共工程做过，或者你有没有取得其他公部门的标案。这个我不敢说这个一定是他们的一个评分标准，但是公部门他们真的会比较侧重这一块，因为有做过案子的厂商跟没做过案子的厂商，我相信那个心态上会完全不一样。对，就是你有没有跟公家单位先打过交道，这个蛮重要的。蛮交道的，因为如果你没有跟公家单位先打过交道，你心理准备或者是你的你对整个案子的想象，会跟公家部门的人有很大的落差。就是我刚刚讲到那个心态上，真的要小心啊。就是对，因为毕竟大家一起得标之后，在工作的过程中，其实不见得会一直都很开心啊。明白。对，好啊，所以就是他们往往在选择厂商的时候，他们很重视的是你有没有跟公家部门合作过的经验。所以往往敲门砖是最难的。如果一个厂商他真的想投入到公共工程的时候，敲门砖是最难的，因为敲门砖，你有没有那个敲门砖就是一个门槛了。对，好，然后再来就是我看看啊，就是公部门啊，最关键的他不会是去看技术有没有落地这件事情，而是过程合规。这件事情其实就跟我前面讲的跟后面讲的都会一直串联在一起。这导致选商的时候，他们会很重视一个厂商他的公部门标案经历，而不是实际的技术能力啊。
因为你有那个专案经历的时候，你对过程合规这件事情的，能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其实蛮重要的。对，就是如果你有做过专案，做过公部门的标案的时候，你比较知道过程合规这几个字在做什么。比如说可能会有一些很琐碎的文件或者是那个程序，你要请款，我发现那个程序很复杂，后面也会讲到请款的事情。是，对慢慢来嘛，我们就反正我讲完，老师有意见一起问没关系，好。但随时也有意见也可以提。那再来就是，像是我简单讲，比如说采购的技术成熟方案，就是像老师刚刚前面提的，他们其实往往长官会核定给你的采购案里面，他不会去让你去试一个比较没有被验证的，或者是很创新的技术。它一定是这个技术是在广泛的被使用的。长官都会问，这个技术有没有很多厂商持有？因为我们的采购公务机关的采购，往往都会希望是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这种方式，他会希望这个技术必须要很多厂商持有，不能够被绑定。所以基本上这个技术越成熟越好，而且就比较不会老是说2年的问题了。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老实说，现在没有什么成熟不成熟，只有不断的更新。是，或者说你现在ChatGPT 5，对，然后假设我有采购 ChatGPT 5，再过2年它就ChatGPT 7，是你 ChatGPT 5是落后而不是成熟啊。对呀，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公部门的做事的方式会一直遇到挑战。没错，就是非常明显会一直遇到挑战，就是你怎么在我后面也会去讲这个字，就是你怎么在这个框架里面寻求效率的最大化。如果真的一个承办人员他有心的时候，他会遇到最主要的课题是，我认为是刚刚那句话。是，对。然后再过来就是你如果真的要参加公部门你会发现他们要求的采购文件，就是你的那个服务建议书或者是一些文件类的东西，他会要求的非常细节很不合理真的很不细节。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们在做案子，那个厂商投上来的资料，我们光看厚度，在有的时候心里就已经有一个底了。对，就你懂我的意思哈。明白。所以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这种方法非常的牺牲弹性，甚至他不管怎么样，都可能会没办法挑选出技术上最优秀的厂商，这是有可能的。当然，我们的公部门他们的法规会一直与时俱进，然后这是我相信这是一个要做的事情，但是就是你不能够期望它就是非常的弹性，非常的市场化。对，这真的很难。因为毕竟企业它是可以直接议价、快速决策，那可是公部门是需要层层核准的。明白。OK， 好，那我们再看下一章哈。好，那刚刚讲的东西，我再提到一个很有趣的，就是钱。因为钱其实在企业可能不会是那么严重的问题，因为企业的决策都是很灵活的，他们重视的都是成本效益跟投报率。可是在公部门钱这件事情会呈现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我等一下讲就大概有一个概念。第一个，公部门最看重的一个东西叫做预算执行率，它是一个关键 KPI， 也就是你年底的时候，你年初跟我们的中央讲说，你今年要花100万，你年底就真的要花100万。OK。而且这个钱就是在会计年度结束之前，你就一定要做到就是你不是12月31号那天花100万不算不算，你东西是要送到会计里面去报销，全部的账都过了给你这个钱，这样才算有花当然有一些补救措施，但是你先记得，就是公部门一个很重要的 KPI 叫预算执行率。所以往往做公安机关的案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他会及时叫你说，年底之前要报销不要开玩笑。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可是我们知道案子会遇到各种进度上的变化嘛。我不要说延迟啊，我们说遇到进度上的各种变化。可是你就要注意说，我怎么样报销那个钱的时候，是让单位可以去做到这个预算执行率。这样子你们在沟通的时候会比较不会牛头不对马嘴，就是你不知道他在急什么，你不知道他为什么对于这笔钱能够花掉这么重视。对，我现在知道你的意思。对，因为你看我们如果要厂商他要申报一笔钱，他一定要有时机嘛，对不对？比如说，竣工的自主检查表都勾选了，然后一些重要项目我都有拍照，施工图都拍照，整理好送上去拿钱，这个很合理嘛，对不对？然后可是做这些事情前面就有很多步骤，然后如果做不到，你就觉得也不可能拿出那些文件来。然后可是公家部门就说，你今年一定要做完啊，不要开玩笑。就是每一个工项，它被定义在今年要完成的时候，就会有一笔对应的金额当做预算。他就会希望你在今年一定要能够把这个预算报销掉。当然会有一些弹性啊，比如说你真的需要更多的钱，或者说你真的今年完成不了，我可不可以保留或是什么样，明年初把它完成？这个都还是有一些配套措施的。但我说这些东西都会增加那个公部门那个主办人员的工作量。那他愿不愿意这样做，有的时候就不好说了。对，这不好说。对，好，这是钱最大的影响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看一下，有一个东西，我想一下怎么讲。有一个东西叫做 PCCES， 就是工程会的一个系统，就算是，只要你的工程如果因为如果是比较大型的工程，往往都是会涉及到这个系统。然后这个系统，你简单只要理解成这样子，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案子都会有一个比如说报价单，对不对？里面会有工项对应钱嘛，对不对？那我们这边可能叫做标价清单。比如说，假设是工程，假设是5000万好了，那你可能就是有10个标价，10个项目，一般厂商大家就这样列嘛。可是等到实际上要去运作的时候啊，他可能需要你把这个10个项目变成breakdown，变成500个项目。我就是讲夸张一点，就是说让你知道说，他要去做成 PCCES 的那个，就是符合 PCCES 格式的时候，哇，那个很恐怖，要做的很细。原因是因为 PCCES 它是一个，让公家单位可以 A 案跟 B 案跟 C 案这些案子，他们可以互相比较说，每个项目到底是买贵了还是买便宜了。所以，但是我们大家知道 A、B、C 之间可能有很大的差异嘛，对不对？那怎么办？他就是要叫你把整个案子不会当很细的东西，他总是可以找到那些很细的东西跟对应的关系。我明白，这个像我们就 project management 把那个工作分得很细，所以能够很清楚去跟进这个概念。对，但是我想特别提醒，因为做这个东西啊，这个 breakdown 这个动作，它必须要在你往往啊，不但因为有些规定比较特别，但是我们就讲大情况，往往都需要在你做报销，就是你去请款之前就完成。这个这样老师懂了哈，就是为做而做。对，就是辛苦了。有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工程单位就是一边请厂商那个赶工，一边又说你这个东西没办法报销，怎么办？对，就是你看这个 paperwork 居然这么严重，就是你去，如果你真的去跟公安单位做专案，你一定要小心那些关键路径，特别是跟钱有关的。所以我才这边提，公安单位的规则跟他的做法真的有点反直觉。对，但是他就是一句话，就是符合规定，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对，但是我相信厂商他对于规定通常是不理解的。所以这是衍生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主办人员的素质。这个真的很关键，但是我认为真的很难。因为这一块老师随着CDPC 可能就不会讲到了。但是如果未来老师有机会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也可以提他们，就是厂商不懂
公务机关的规则，主办人员一定要帮厂商注意这件事情，是，否则你就会跟厂商陷入一个不太好的关系里面。明白。对，大家的概念不一样的。那商业的厂商当然是希望尽快做好收钱，对不对？然后你现在要求是paperwork 很多，做工程的人做 paperwork 很好的人很少的。对，那思考根本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对，比如说厂商他们有的时候他们会希望年底可以报一笔账，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在年初春节的时候要先付一笔钱出去。OK，对不对？员工的那个，是，对，春节前要给一些钱嘛，对，这个东西等等的，反正就是厂商的需求跟公关单位的东西，其实很容易冲突，真的很容易冲突。所以一定要主办人员也好，厂商也好，大家要做好沟通。最好年初把这个关键路径画出来，因为最关键就是年底会挤得真的是像热锅上的蚂蚁。对，这个真的很麻烦，因为我讲白了哦，如果预算执行率没有达成的话，单位的主管是有可能会吃到一些罚则，就是比如说记过什么之类的，这个就看每个单位，跟在国小的时候差不多感觉，就没办法，这个就是，所以这就是要先了解一下公部门的生态比较好。但是这个不完全是关键，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吃主办人员他自己的准备够不够。是，对，这个我想老师在上课如果真的还有余力再跟他们聊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会听到很多不同的答案，这个很有趣。对，好，那我就讲下一章了哈。这个应该讲得完，快讲完了。没事，我们很好聊的时间很弹性。好，就是再来讲到这个，就是风险跟应变策略。其实这个词很好听，讲的就是你在履约的时候一定会碰到很多问题嘛，对不对？那其实就是一种风险嘛。但是你要先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公部门他们往往有一个问题，就是公部门一定会负责某一个公共系统，一定会负责，每个单位都有一个就是这个社会是依靠很多系统连接在一起运作的，公部门就是要负责其中一些必要的系统的运维嘛，对不对？那你如果在里面做案子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假设你要停机，或者是你要断电，这两件事情都不能够影响到那个服务的宗旨。OK， 对，你如果影响到服务宗旨，你可能会造成政治跟民意的压力。如果一旦政治跟民意压力来的时候，你的风险承受度是0，就是对，所以这个对这个就因为会衍生很多问题，我就不讲那么多。但是你就记得一件事，公务单位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真的很不高，真的不高。特别涉及到这个服务中断这件事情，一定要特别谨慎。明白，不然有人头落地啊。对，然后我想讲了一个更直白，就是假设你服务不中断，你还会遇到一个更直白的情况是什么？就是刚刚讲到公务单位的那个采购案是有一个期程，这个期程是往往不能被压缩的。比如说他跟你讲要半年，就是真的半年。但是又有一个很有趣的情况，比如说他可能已经把一些时间定好了，比如说他就说他10月要停机。那你看假设10月停机，你前面的准备假设要半年，比如说你可能要叫货啦，准备东西，那10月停机往前算半年，就是你大概4月、5月就要绝标了。是。结果这个案子呢，一采购下去，可能7月绝标。那你厂商能不能够在9月去办这个停机，就真的很辛苦。对。对，但是我举例为什么，比如说为什么今年10月停机？以今年来讲好了，我们10月是不是很多连假？10月很多连假，那就是他们会选在那个时候，因为公部门会休息对，那就可以有停机跟停电的这个机会。是的，往往这个时间都是扣在一起的，所以不见得可以随便挪移。对，就是先有这个概念就好。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厂商，你要承接公家单位的时候，这个你得想一下。就是即使你绝标了，排山而来的那个压力，
那个你能不能先做好准备？是，对，不然刚学标就开始吵架了。这个我不敢说没有啦，明白，因为我真的觉得公安机关要懂这些东西，又要把机房专案办得好，哇，这个交当然集起来好像有点难。是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期许以后会有这个能力啦。对。好，然后再就是公家机关哦，他那个往往都会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都会要求先把拟定那个完整的一个灾难复原，就 DR 或者是业务连续性的这个计划 BCP，对，就是有点无聊。比如说我哪怕只是把发电机按起来，把市电停掉，然后 UPS 转发电机，对，哪怕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平常的东西，你都要写说哦，如果我们发电机一关掉起不来，如果我们 UPS 关掉起不来，或者我切转的时候马上有问题，我能不能切旁路？就是你要把那个计划写的，好像一定是这件事情会发生，然后你要怎么复原？OK，这个可能会被要求哦，就是你会觉得业界会觉得说，好像我为什么要担心这个风险很低啊？是，对，可是公家机关就你可能要把这个 paper 准备好。明白，对，因为它的风险承担能力真的不高。比如说我那时候我们机房要做那个一些停电的作业好了，那我预估每个厂商他事先，你比如说礼拜五下班就把系统都关掉，然后礼拜一早上再来开，假设是这样哈，就是这样，你一样要准备一份清单。我礼拜六、礼拜天做工程的时候遇到任何问题，我马上就要 call 所有厂商来，把系统复原。明白。哪怕你做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像刚刚讲的那个发电机测试，哪怕这么简单哦，你要先把这个表准备好，就是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就是有一个 SOP 在哪里？对，但是这个东西你可能业界会觉得投下去做这个东西的成本有没有意义？明白。对，就是不过我必须说，这其实是一个就是先把它当成一个心态问题，因为未来怎么变你不知道，但是你就记得公家机关他们的重视的东西就是真的零风险，就是虽然基本上做不到啦，但是这是尽可能口头上一定是都是这样子，零风险这样子。OK， 这个真的很麻烦。好，因为所以我才说这个重点就是你如果要做一个公家机关的案子，你的心态把它摆正，你才会发现到很多东西你应该事先准备。那你真的跳下去之后，你才会顺。这个真的是没办法的事情，也不是没办法，就是事前知道了，你才有办法后面运作的很好。对，我这个讲法要尽量正面。好，然后我们再看下一页哈，就是那个算是一个好，就是思维上会做一个总结，就是公部门他们是很重视法规遵循、透明度跟公信力的。那企业就是重视成本、效率跟创新。是的，所以这些东西你综合起来看，你就知道他们决策态度跟速度完全不一样。是的，比如说我承办人员看到一件事情，我赶快往上报说：“哎，长官，你赶快做决策哦！那个时间压力，厂商要救货，那个等等。可是这个东西有可能就不会那么快下来。这是要小心啊，要随时注意，因为毕竟长官要做决策之前，你也要讲得够清楚。就是有的时候常会听到公部门那个承办人有很大的压力，就是因为长官一直推他文嘛。是，那就是比如说这个写公文的能力也是一个很不好说的东西。对，大概是这样，心理准备上要有。所以往往你如果去公部门做事的时候，对，跟他们合作的时候，一定要先看清楚这个主办人员他的一些各项的能力啊，怎么样之类的。这个真的影响很大，真的影响很大。对，好，那哇，时间不知道够不够。没关系，我们可以讲久一点。真的吗？好，对，这个无所谓。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个实际的案例，好不好？当然我不会把一些就是现实状况讲，因为有时候有机密性的问题，我就讲的很 rough 这样子。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案子，它的原本状态是有72个设备在这个机房里面，72柜。
然后电力呢用的是110伏哦，这个很吃惊。真的72还是27啊，27 啊 27 ？OK OK，然后电力用的是110伏，然后它的那个电力啊，它不是走一个很漂亮的 RPP，它是一个一个箱子的挂在那个墙上，有8个这样子。哦，就是你是用 busway 嘛？对，但是它简单来讲就是它是不同时期建制的。哦，OK OK，来一个系统做一个箱，来一个系统做个箱子，就很丑这样子。然后搞不好你打开那个配电箱啊，假设好了，假设你今天要关掉某一个系统，你打开配电箱的时候，你可能会愣住，那个标签好像没有任何一个写这个系统的名字。就是图资也好，这都很欠缺啊。就是公部门以前对于机房的态度真的很随便，真的要这样想。然后再就是它的空调就是传统的没有变频的那种情况，而且它是瑞可放在这个机房的同一个角落。这个我相信老师以后 CCC 讲这个应该有问题。明白。然后它可能是用高在地板，然后上吹风这是设计，然后基本上它没有办法做热点侦测。OK，然后它的网络跟伺服器它是混搭配置的，它没有办法，它就是可能同一个机柜里面有网络设备也有伺服器。OK，然后它线路都走地板下，也有可能像开头那样子直接往机柜上面丢，就是很乱。然后它的机柜配置也没有遵循120公分啊等等的这样的规则，那就是整个散开。比如说他觉得不要靠太近，他可能就拉个180公分。OK，但是这样子基本上就会浪费掉这空间嘛。是，对。所以你如果要新增空间、新增机柜的时候，它已经呈现一个没办法去新增机柜的状态。这是原始的。然后再就是，即便这么糟了，然后你现在准备要一个专案要投下去改正它的时候，你又听到一个消息说，那个改建的时间点前2个月有4个机柜要进来。OK，就是状况就是很复杂，就是你明明要改建的时候，你当然会希望不要再有新的东西进来，就又有新的东西进来，懂我意思吗？就是我想讲，就是你承办人，你要就是我想讲，这是公家机关承办人碰到的状况，往往都会在一个状况比较糟的机房里面，然后可是又会一直遇到其他的专案要进机柜，是，往往会，我刚刚一开始讲到嘛，通常长官命令说你要去加机柜，但是长官命令加机柜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吗？是其他案子已经绝标了，确定要东西要进来，他才跟你讲要加机柜，对吧？这个可以理解吗？就是我就觉得什么所有事情都有点时间不太对这样子，是，可是这个没办法，我觉得现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所以你去做机房的案子之前，你可能要打听一下，你们那个机房是什么状况啊？绝标的那个预计的时间前后有没有东西要进来？对，懂我意思哈？就是像这样的情况。我先讲一下，如果真的绝标，如果真的我绝标的就是我这个案子要启动之前，又刚好有机会要进来，假设是这样，解决方法很简单，也不是很简单，就是一定就是先把那个机房的图啊画好，然后那个新的机柜进来就直接在新的位置上先站好。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老师这样讲可以吗？就是不好意思，这个就是如果讲的不好，就是其实很多事情就是你先想清楚了，就没那么难。但是你得要想清楚，你要先预留好那个新的机柜要来的地方。因为通常是这样，我一个案子要绝标，我一定是半年前就要公开招标。那半年前公开招标的时候，你的机房的图就要画在里面了。那所以你看如果你已经知道马上就有机柜进来，你半年前要进去的那个招标文件的新机房的配置图，就要帮那个新的机柜先把位置留好。等到你绝完标或是绝标之前，那个机柜跑来的时候，你就先把它安排到以后他要去的位置。明白。对，我的意思说，这个主办必须要这么瞻前顾后啦。这样子你才不会真的在专案执行的时候，真的是就是很混乱。这个我们叫超前部署了。对，就是你真的不能够因为像我在看那个其他公部门的专案，当他们的采购案的一些需求书当做参考的时候，我很讶异的是啊，他们写的非常 rough。对，就是有的时候他的需求可能就是这个地方要建一个好的机房，那有机柜，然后
网络怎样，然后但是关键的比如说配置图那些通通都没有。然后往往那个承办人他们是这样，就是如果一个案子他要进行公开招标，他在公开招标之前，他有很多程序要走，是，然后他会做得很累，然后等到公开招标的程序做好，公开招标文件做好，开始公开招标了，我们要进入叫等标期这个阶段的时候，承办人可能就会进入一个松懈的状态，对，他就觉得说啊，我刚刚这么忙，我现在可以好好休息，等到那个决标厂商出了，我再来努力。好，这时候就会发生刚刚那个情况，就是你明明马上就有一些新的东西要进来，结果你这个时候刚好在你的松懈期，你没有做瞻前顾后的事情，这个时候等到你真的决标的时候，你进去看到就是一个2个月才刚新装好的机柜，你马上又要搬它。OK，对不对？这个很容易理解嘛？可以。他们会等到决标之后才开始认真，那其实就很多问题会到那个时候变成一个很难解的事。对，就是我那时候就是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是想到这个解决方法，赶快先在招标文件把所有东西先预留好。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一个思想的一个变革。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看其他人的专案，我都觉得他们写的很轻松啊，为什么我的专案要写的这么难？对不对？这就有一种小朋友心态，别人都那么简单，我为什么要这么难？明白。对，这个真的，这个思想上的窠臼。这样讲好像太久了，不好意思。没事。然后我们的改善目标就是把整个机柜从27变60，而且电力要从110变220，还有 AB 柜，然后你的空调设备保留，但是你要导入冷通道，因为空调设备保留的原因是因为空调设备的价金很高，随便采购起来都是几千万的事情。OK。对，然后但是有时候机房专业可能没有包那么高的金额，而且一旦动靠空调，那个工程时间又会更长。这是整体性的问题。但是我们在这个目标里面，就是我不动空调，可是我去导入冷通道。OK。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去把网络设备集中起来，线路呢也不走地板下来，我拉到上面去走线架。OK。而且我把电力线、网络线分开，加贴线标。我这个老师 CCCP 一定会教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说真的要去上 CCCP。好，继续讲。好，然后我这边讲快一点。那实际上我们如果要达成这些目标，我们就会有一些功项，比如说要新增 UPS 跟 RPP 分电盘，然后建立你的 AB 柜，然后确保电力是足的，因为你的机柜增加了，每一柜的电力能够供应这么多机柜，电力一定要确保嘛，是，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往往那个大楼啊，它的发电机等等的那些东西都是固定，都是一个旧的系统嘛。所以其实你这时候要去协调确保紧急状况下，你的发电机是供电能力是足够的。这个其实蛮关键，因为很多人搞机房的时候，他不会去管大楼长怎样。OK。这个很吊诡，但是就不好说了。这样，先讲讲。然后空调的部分，就是虽然没有去更新，但是我们可以考虑更多，比如说帮他新增一个远控的功能。这个其实费用都不高，但是就可以改善这个空调运转的那个能力。然后呢，比如说我们那个轮替运转的频率啊，把它调整一下。好，那就让它那个，因为通常无变频空调这种比较传统的东西，他们的那个启动啊，它的启动电力是很大的。如果你在希望降低这个所谓的那个就是用电量的时候，其实这个是个关键，就是你的空调会不会太频繁的开启？其实老师应该会教嘛，空调没有必要这样子频繁的切转等等的，对。然后再来就是像是冷通道，这个一定要做的它可调式风风板，还有地板下风扇，我是觉得这3个东西加起来，就是它是一个风流调整的一个工具。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就是说我们不改空调，可是我们透过新的工具，可以让我们这个机房的风流更顺畅。是。然后重点就是还有刚刚讲到，就是你热点侦测一定要做出来，不然你不知道你空调要怎么，你不知道你的这个所谓散热系统你怎么去改善它，对不对？这老师一定会讲的。然后再就是机柜的部分我们是利用业务空档，在停电的窗口内48小时内把它全部做完。所以这个东西涉及到的前后协调就会很多。老师讲 CCCP 也会讲前后协调嘛，我记得。是的。对。然后在 MDA、EDA 做起来，
你这样子网管才有一个效率性可言嘛，没错，对不对？然后最终你才可以支持60个机柜的布局。对。然后在一些配线的地方就是很重要，就是我们把高架地板更新，把下面的线全部拔掉，然后线改做上方键架，这个都很基本，但是也很重要。对，所以可以下决心来做的。对，所以有点就是当我上完课，学到这些知识，回去看我的机房的时候，那个感觉其实是很冲击性的啊，怎么长这样，对不对？可能刚开始你还没上课之前，你可能觉得运作的很好啊，一切都很 smooth， 明白。结果上完课回去，好像 checklist 看一下，很精彩这样子。哦，对。那你懂了知道问题，你就会很难受的了。对，但是这个毕竟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没错，没错。好，那我就讲到说，就是反正那些工项当然我们都完成了，但是我就讲几个我们遇到的问题，因为很直觉，就是这个设备电压要更换，其实真的没那么简单。即使你的设备跟机柜都支持全电压 ，OK， 但是只要业务单位跟设备供应商他不接受，因为通常设备供应商也会是维护商，通常啦，是，或者说维护商也会去问供应商说，这个设备如果改220有问题，你们有办法给新的吗？他如果跟你说我没办法供货，你要改去改，没有人敢动。我会讲太快，不好意思。我明白了，不怕，这可以理解哈。不，就是如果老师觉得我讲的不够这个不容易，就是再跟我说。所以你看，就是你即便设备上面的规格是支援220的能不能够改过去，其实是要经过很多人同意的。这个也就是要注意这件事情，就是有些时候，只要牵扯到人跟业务，就没有那么单纯。然后再来就是原始配线资讯不足这件事情，就是既然你的图资不完整，一个新的机房它的图资跟所谓的就是所谓的跳线表跟那个筹载图，跳线表就是指那些线嘛，然后筹载图就是你机柜怎么那个每个 U 是放什么设备的，这个东西你就是一定要去调查的很清楚。因为我相信重建一个机房，你没有这些资讯，你一样做不好。对，绝对会在停机完产生很大的问题。是的，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我认为这个东西一定要跟厂商还有你的合约书要写得很清楚。就是厂商要先帮你去做这些事情，不然承办人自己去做，我跟你讲会哭啊。对，好，然后在专案的执行当中啊，其实我那时候遇到的问题就是说，即便你已经把你的需求书写的算是比较完整了，但是你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更多的问题。也就是承办人不能够指望说我写好一个合约，大家盖好章，甲乙方关系确认了，他就会帮你把事情做好，因为会有很多新的问题不断的衍生出来。没错，所以你可能每个月都要一个进度会议，大家来讨论新的问题怎么解决。真的，你如果没有这样做，我觉得这个专案你就丢给厂商做，那绝对不会是你想要的样子啊。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奇奇怪怪的事情。对，而且其实我的感觉是，就是说厂商也好，或者是来做事的工程师也好，他们是有技术的人，但是你说他们的怎么讲，就是契约的熟悉程度有没有承办人员高？我觉得不一定。有道理。对，承办人员在第一线时常跟他们一起做确认，然后去工地看他们做事情有没有符规，我觉得会实质的影响到这个专案最后执行的成果。就是承办人要勤劳一点啦，就是你去期望他们厂商完全记得你在合约里面写的每个字，有点天真了。对，有点天真。就是你一定要记得这个东西，可能是你要去把控，对，否则你到时候自己能不能去盖那个章验收，我就是觉得这是一个你自找的难题了。就是如果你前面都没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哎呀，这不好说了啊，这太负面了。所以很不容易啊，这是要验收，这工作单位很难，不容易。对，但是就是也没有那么的难啊。就是照前面讲的，你把这些心理准备做好，
那你对未来的工作，你就会有一个项目说，哎，我要时常去巡工地，对，我每个月都要跟他们确认每一个下个月要做的工项，他们真的知道内容吗？嗯哼，对，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有办法去努力的啦。对，嗯哼，所以这些东西一旦厘清了，你其实问题就会越来越少。可是真的就是这个机房营运的部分，我相信不管在业界还是在公安机关，他们都是嗯哼，一个过程，它不会是一个静态的。没错没错，对对对，好，那我后面讲话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嗯哼，然后反正我的学习的一个成果就是这个 AB 柜真的很重要。然后这个 UPS Happy RPP 的这个部署也不是以前旧机房看得到的。像嗯哼，这些东西的学习，其实会让我对未来的机房怎么营运会更有概念。嗯哼，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如果你看的旧机房，你实在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然后那个机柜的这个重配置，其实也是一个，我记得没有错，CDCP 也蛮会讲这个机柜配置的一个要点。是，对，这个都麻烦老师了，这个帮助台嗯湾人建立这些很重要的观念。然后，就后面就不说了，反正就是简单的，就是大概都是一些，就是透过更新的过程，我才学到这个现代化的机房是怎么运作的。这样可以吗？好，然后所以这个，就是以上就是我认为过去在机房专案学到的东西，这样可以吗？嗯哼，可以，非常好，但是没关系，老师随时就是我的，不好意思，时间控管真的长。没事没事，那未来来讲，对我来讲，我可能会慢慢导向的方向是做软体的部分，就是机房的一个控制软体的部分。然后所以呢，我可能会逐渐去看这个系统化的部分，就是我因为它既然是软体，它就不看单点的，它会是一个 totally 的，比如说数据收集，然后再一些自动化逻辑，然后再来一些什么仪表板啊，或者是一些大数据的整理分析，因为无论如何，机房的数据量一定会越来越多，那这么高的数据量，你不可能靠人去处理嘛，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一定是一个趋势，就是我们会装更多的 sensor，看更多的数据，但是你没有透过更优秀的软体的规划，你可能那个实际效果是有限的。对，因为那个大家都应该感觉到，就是说这个网络上的资讯，我随便一 Google 就是几十万笔啊，那我根本没办法消化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很依靠那个 Google 的排名，它排在最上面的，就是大家最常去点的，这个都很对，所以我相信这个软体优化一定会影响到你未来管理能够做到什么程度。是的，对，然后我最后想讲就是资料中心的真实价值，我觉得啦，它其实会是未来所有组织运作的基石。我觉得这个真的蛮重要的，就是因为大家太依靠软体了，这个真的没什么好说的。的确，对，然后最后就是我的结语，就是感谢Leo老师带我们入门，非常非常感谢。对，然后再就是国际标准呢，我认为还是对机房建制很重要。是，虽然我前面讲说长官他在考虑，就是你可能在采购面或者是在执行面的时候，你可能都会碰到长官不见得那么 care 国际标准，但是其实这国际标准对于这个机房有没有办法做得很好，我觉得影响非常大。对，因为 TI94基本上是提供了像教条式的一个叙述，对，按照它去做，你再不懂你也有一定的水准。没错。我觉得对于这一个公家机关的主办人员来讲，你要怎么跟厂商去沟通，他要做到什么标准？我觉得这国际标准是一个很蛮好用的东西。对，没错。对啊。然后最后就是，我觉得公部门未来对机房跟基础建设的需求还是很大。以上，谢谢老师。谢谢。不会，真的是不好意思。没有，非常棒。太多了。没有，很棒的这些资料，就是对我们来说，平常在社会上，真的像你讲，如果我真的跑去做你们的这个专案，我可能会吐血了嘛。但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因为我这么讲哦，其实公部门我这个其实已经偷偷机房，其实公部门它投钱就是在做建设。比如说我们国家假设他想要推动这个所谓的风机在地化，他就会要求说，我们的风机采购案你要跟本土厂商去买，对不对？那你说如果本土厂商没有利可图，他不可能去做这件事。
没错啊，但是我就不讲了，因为其实有些是政策的东西，比如说像再生能源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国家也是给很高的补助嘛，哎对不对？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国家会去投钱，就是因为他觉得要去获取一些东西， ，OK，所以我是不担心人家要进来，但我担心是你进来之后有没有办法 smooth 的去运作？哎，对对对，因为总不能期望就专案做的不好，大家因为那个公共建设的东西都对大家影响是比较大的。是是，对对对，所以所以老师邀请我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就说好来讲，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但是我真的不保证我这样子的说法大家觉得好不好啦，但是就是可以欢迎交流啊，真的没错，欢迎交流，哎呀，那首先谢谢祝红。那其实我跟大家讲了，他们那个企业啊，所以一起不讲名字，但是他们是全台湾应该是最精英的那批人吧。你跟我讲过是多少人去占一个位置？3000人占一个位置，是你说的吗？我有点忘记，但就是必须那个考试的竞争度很高嘛，对呀对呀对呀，对，我也听过，好像几万对，个人去考几十个位置，好像是这是样，对吧？是，没错，那大家应该猜得到什么公司要这么严格要求？不敢，所有人部门都蛮进去都是竞争的，精英。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真的，我是，如果我考，我应该考不进去，没有，就是精不精英太厉害了。再说了，贡献一定要精英度的，对不对？贡没错，献是一定要精英程度的，对啊，就是这个影响大家太多了，对啊，他那个公司嗯，真的太夸张。好，但是无论如何，今天虽然不能讲名字，因为太敏感了这个公司，但是无论如何呢，他讲了，就是因为他们很大的企业，所以呢，它里面讲的真的是很有代表性的，对公家机关呢处理的事情的方法。那无论如何，我非常感谢做我们的会啊，就是大家也应该听到学到很多，我也学到很多。大家有是，时间我们再坐下来再聊，下次找你去喝咖啡，好久好，也多时没见，非常感谢老师，对啊，就是如果有来经过就随时找，对一定多找对对对，你去吧。嗯，好，好，大家我们就到此为止了啊，先感谢他，我们下个礼拜再见了，OK，拜好，拜，谢谢老师，谢谢啊，谢谢，拜拜。拜拜。